西施越溪女，出自祝罗山，秀色眼睛骨，荷花羞玉颜，浣纱弄碧水，自语清波闲，皓齿信难开，沉吟碧云间，勾践争绝艳，扬娥入吴关，提携管娃宫，窈窕俱可攀，一破夫差国，千秋尽不还。春秋时代，吴越争霸不已，醉里之战，吴王阖闾右脚被越将林姑服刺中，当时血流如注，吴军大败而回。不久，阖闾死去，夫差继位，发誓必报复仇。这是越王勾践元年的事。3年后，上一代的仇恨很快就又诉诸战争了。勾践在太湖附近战败，不得不向吴王夫差称臣求和。依据合约的规定，勾践处理完一切善后问题，须与夫人及大夫范蠡入陈于吴，于是勾践5年5月，越国君臣在固陵江畔告别。勾践在吴宫驾车养马，奴颜屈膝地过了3年。期间，为了消除吴王的遗迹，事事和颜悦色，低眉顺目，不敢稍有懈怠。直至肠粪一幕出现后，吴王大为感动，彻底对勾践卸下了戒心，下令释放勾践，君臣回国。勾践回国后，卧薪尝胆，励精图治。7年之后，越国国力几乎已能跟吴国一较长短了，但他仍苦心劳力，低声下气地讨好吴国。除了照例入贡之外，还经常进献从越国各地挑选来的美女。据说祝罗山下若耶溪畔有2位貌美如花的浣纱女，一名西施，一名郑旦。西施之美如牡丹盛放，香丽浓艳；郑旦之美若芙蓉出水，清新淡雅。于是，中国历史上第1桩跨国女特工培训计划在范蠡的主持下展开了。西施本就是一块上好的璞玉，经过精雕细琢之后，更是风姿绰约，仪态万千。蛊惑吴王的任务还未执行，便先迷倒了范蠡。在护送西施前往吴国的途中，一路上走走停停，甚至在嘉兴这个地方盘桓不尽，长达半年之久。民间传说，西施在此为范蠡产下一子。当时的吴国有相国伍子胥与太宰伯嚭2股势力。吴王在不顾伍子胥的劝阻之下，将越国女团纳入后宫。吴王夫差从此沉溺声色，日日笙歌，夜夜美酒，对西施更是格外恩宠，国政因而日渐荒废。而越国则一方面巴结伯嚭以打击伍子胥，一方面派大夫文种将越国国宝驱卢之矛、护光之剑以及祖传的20套战甲密献吴王，鼓励吴王伐齐，以向外扩张势力。夫差伐齐果然大获全胜，但吴国国力亦因此消耗大半。更大的损失则是夫差对伍子胥心生嫌隙，伍子胥最终被迫自杀身亡。至此，吴国走向败亡的命运已然确定。飞扬跋扈、不可一世的夫差，更以盟主之姿大会诸侯于黄池，这给苦苦等了20年的越国有了复仇的机会。勾践趁夫差带领全吴精锐北上参加黄池之盟时，大举入侵吴国。夫差虽突围成功，但军事优势已然丧失。吴越从此历经10年的纷纷扰扰，时战时和。
欲振乏力的夫差终于幡然醒悟，但为时已晚，最终在姑苏山上以罗帛裹面，拔剑自刎，以示修建先王与伍子胥于九泉之下。吴国自此正式灭亡。西施眼看住最宠爱他的人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道路。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，将近20年的清廉蜜爱，他的内心应该也有过矛盾与挣扎吧。袁枚曾有一首诗说：吴王亡国未倾城，越女如花受众名。妾自承恩人报怨，捧心长觉不分明。是说西施自幼便有一种心绞痛的毛病，每当发作时捧心蹙眉，痛苦不堪。但她实在长得太美了，反而给人一种楚楚动人的美感。夫差也许就是在这种我见犹怜的媚态之下卸下了他的精神武装吧。据说吴王夫差自刎于姑苏山上时，无人认为这是西施红颜祸水，以致动摇吴国根本，而将其绑石沉江，没入扬子江底。唐朝崔道融为西施打抱不平，说：宰匹亡吴国，西施现恶名，浣纱春水急，似有不平生。意思是奸臣剥皮使吴国灭亡，恶名却推到西施身上。想当年浣纱的春水淙淙，声声都好似为这位美女发出不平之鸣。罗隐也有一首诗为西施辩解：家国兴亡自有时，无人何苦怨西施。西施若解清吴国，越国往来又是谁？国家兴亡自有他自己的原因，无人何苦要怨恨西施呢？如果西施能使吴国灭亡，那么越国的灭亡又该是谁的责任呢？东坡异物志记载，扬子江有美人鱼，又称西施鱼，一日数亿，其色肉细味美，妇人食之可增媚态。据云系西施沉江后幻化而成，或许有感于西施的结局太过悲惨，人们才会有这样补偿性的想象吧。东汉元康的《越绝书》甚至说，吴王后西施复归范蠡，同泛五湖而去。一个弱女子孤身处在那种翻天覆地的战乱中，要想幸存下来的几率几乎是微乎其微。这应该也是一种补偿性的想象而已。不过范蠡后来确实抛弃功名，浮海入齐，更名蚩夷子皮，后又经商致富，隐居陶地，人称陶朱公，这倒是经得起查考的事实。如果说吴国的败亡和西施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是骗人的。但若说完全是这位小女子的罪过，那更是有欠公允了。